2025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宣布将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外国关税进行匹配。这一举动拉开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序幕，也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外界认为，川普推行的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内产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美国优先政策的一部分，它大幅提高了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的进口关税，尤其是中国，数千亿美元的商品被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关税的直接影响是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增加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由于许多被加征关税的产品是美国生产链中不可或缺的零部件或原材料，制造业和农产品行业首当其冲。例如，美国大豆、猪肉等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下降，导致出口受阻，美国农民的收入受到打击，政府不得不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补贴以弥补损失。此外，制造业企业因为生产成本上升，部分选择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推高了国内物价。川普的关税政策不仅影响了美国经济，还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冲击。全球供应链被迫调整，许多企业开始寻找替代市场，以规避美中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例如，一些跨国企业将供应链转向东南亚，以避免高额关税。此外，贸易摩擦导致国际市场不稳定，投资者信心受损，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另外，中美贸易战是川普关税政策的核心战场，他试图通过关税施压中国，迫使其改变贸易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开放市场。尽管双方在2020年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增加对美采购，但总体来看，关税壁垒依然存在，贸易紧张关系未能彻底缓解。中美经济脱钩的趋势也在加速，促使中国加快供应链的自主化进程。据悉，新关税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对等关税计划、钢铝关税升级以及广泛的关税措施。川普要求美国贸易伙伴的关税水平与美国对等，否则将单方面提高关税。这一政策旨在消除美国认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其他国家的高关税、产业补贴和汇率操纵。另外，川普政府将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加值 25% 的关税，取消此前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免税额度，并规定进口钢铝需在北美当地熔铸，以阻止中国通过第三国转运钢材进入美国。川普还计划对汽车、药品、晶圆等关键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全面征收 25% 的关税，除非两国加强边境管控。外界认为，川普的新关税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目标，比如振兴美国制造业，当局想要通过提高关税，迫使其将生产线迁回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另外，减少贸易逆差也颇为重要。川普认为，高关税可以减少进口，从而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川普还希望保护国家安全，因为钢铝产业被视为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新关税旨在减少对外国原材料的依赖。川普的新关税政策不仅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也对主要贸易伙伴造成了巨大冲击。作为美国最大的钢铝供应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首当其冲。尽管川普暂缓了对两国的全面关税，但未来仍可能重启，这给两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虽然对美直接出口的钢铁已大幅减少，但新关税旨在封堵中国通过第三国转运的渠道，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与此同时，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也面临更高的关税压力，尤其是在汽车和高端制造业领域，这些行业可能因关税成本上升而失去竞争力。然而，川普的关税政策并非没有代价。经济学家警告，新关税将导致美国消费者面临更高的物价，尤其是汽车、家电等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商品，最终买单的还是普通民众。此外，其他国家可能采取报复性关税，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甚至引发全面的贸易战。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政策可能面临国内外的法律挑战，
尤其是其利用国家紧急状态法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单方面加征关税的做法，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分析认为，从长远来看，川普的新关税政策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变，从多边合作转向单边行动。尽管短期内可能提振美国制造业，但其引发的全球贸易摩擦和经济不确定性可能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深远影响。未来，各国如何在保护自身利益与维护全球贸易秩序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关键议题。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近日透露了美国拟议对等关税、互惠关税的框架思路，并警告外界应认真对待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因为这不是演戏。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正在推进一项全面的关税审查，涉及全球各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水平。美国商务部已设定4月1日为最后期限，以完成对各国适用于美国产品的关税及相关贸易壁垒的研究。他指出，此次评估不仅限于关税，还包括非关税壁垒、市场准入限制以及货币操纵等因素。贝森特进一步解释了对等关税的具体运作方式。他透露，政府将设立一个对等指数，用于评估各国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该指数将成为衡量贸易公平性的关键工具，为美制定报复性关税或其他贸易措施提供依据。根据计划，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将在收到相关部门的具体提案后18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以评估对美贸易政策的潜在影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新关税措施可能最早于4月2日生效。贝森特表示，川普总统已明确表示，如果情况需要，他将毫不犹豫地实施这些措施。他还强调，川普认为此举不仅能推动公平贸易，还可能成为美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悉，作为政策制定的一部分，商务部长提名人霍华德·卢特尼克、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杰米森·格里尔、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将共同审查贸易协议，并向总统提出修改建议。首先，我们要了解川普政府推行关税政策的背景。川普上台后，秉持美国优先原则，认为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吃了亏，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过大。因此，他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关税战，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在亚洲，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尤为明显。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引发了中美贸易战。这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压力，也对整个亚洲供应链造成冲击。许多依赖中国制造业的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根据时英报道，在川普政府收紧贸易政策的预期下，中国的低价电商平台西音和特目正在加速将生产链转移出中国。2月的第一个星期，随着川普新关税政策即将生效，Shein的日销售额相比上周同期暴跌了 41%。与此同时，彭博社的数据也显示 ，Temu 的日销售额在同一期间下降了 32%。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这两家公司都担心川普政府会撤销小额豁免政策。这项政策允许价值低于$800的包裹免关税进入美国。虽然川普政府在2月7日宣布取消该政策，但由于大量包裹滞留美国海关，政府上周推迟了执行，要求等美国建立好能处理检查和征税的系统后再开始实施。不过，中国电商平台并没有因此松口气，因为美国可能开征的对华新关税同样可能抹去 Shein 和 Temu 相对美国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川普在2月13日签署的对等关税行政令，意味着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对于 Shein 和 Temu 来说，这意味着利润本就只有 10% 左右的商家还得承担商品积压的风险。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预测，如果小额豁免政策终止，利用该政策进口的商品价格可能会上涨 25%。2024年，按照小额豁免政策进入美国的中国进口商品价值到460亿美元，
其中30%来自 Shine 和 Timi。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Shine 和 Timi 都在加快将生产链转移出中国。Shine 表示，他将鼓励供应商在越南设厂生产，并提供激励措施。Timi 则提高了部分卖家的批发价格，计划通过折扣和优惠券留住美国消费者。最近 Timi 加快了在美国实施本地对本地项目，这个项目的启动部分是为了应对失去小额豁免待遇和对华关税上涨的风险。对于 Shine 来说，即将实施的关税政策可谓是雪上加霜，因为它正处于推迟海外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关键时刻。据说，在2月7日川普宣布对中国进口的小包裹征税的当天， Shine 的 IPO 估值就缩水了近 25%， 远低于2023年融资时的估值。对于 Timi 来说，为了应对美国的新政策，他正在准备逐步放弃让商家处理定价、运输和营销的业务模式，这可能让商家失去平台提供的规模经济效益。川普政府的政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量，更是一种外交策略。他利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亚洲国家重新评估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例如，他在与日本的贸易谈判中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对韩国，他要求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对印度，他则取消了部分贸易优惠待遇。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有着明显的交易性特点，他并不寻求长期的战略布局，而是倾向于将外交关系视为一场商业谈判，希望通过施压和让步的方式，达成短期内对美国有利的协议。这种方式与传统的美国对外政策有所不同，更接近于交易型外交。此外，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可以与历史上的门罗主义相联系。他认为，美国应该专注于自身利益，而非全球事务。因此，他减少了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要求韩国、日本等国承担更多防务费用。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内节约了美国的外交成本，但也加深了盟友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